这趟飞机就飞45分钟，到达马来西亚的第2大城市槟城。哦，真的好吃，是吧？特别有锅气。朋友们，我是小林。我现在在马来西亚的兰卡威，今天要离开兰卡威前往槟城。兰卡威距离槟城呢只有140几公里，这140几公里啊，我要搭飞机，这应该算是我坐过的距离最短的航线了。因为兰卡威啊和槟城其实都是马来西亚的岛，两个岛跟岛之间呢，如果是陆地交通的话，那我就要乘2次船和1次的大巴。如果飞机的话，只要直接飞过去就好了。现在是5点钟，我们要先前往机场。这兰卡威啥都好，就是没有公交车，所有的一切的交通都是要靠打车，又或者是你租一辆汽车。这里租摩托车的价格呢是35马币一天，而租汽车的价格可能只有50马币一天。今天我不是卡点完了啊，7点的飞机，现在5点就出发，而且机场特别近，机场过去只要16分钟。兰卡威啊，真的适合租一辆车来逛一逛。下一次吧，下一次我带着驾照来，这次忘记带驾照了。Thank you， 拜拜。来到兰卡威机场了，我的包16.8公斤，我待会可能要拿一点东西出来，让他确认一下，16.8公斤能不能上飞机？16.8公斤成功托运，因为这个航空公司啊，它规定的托运是10公斤，我超了一点。我这次订的是飞鹰航空，不是亚洲航空。如果是亚航的话，可能机票只有90几块钱，那飞鹰航空呢是140几块钱。我那个包肯定是会被亚航的工作人员查的，肯定不让我上去。这个就是马来西亚兰卡威国内起飞的航站楼的全部了。这个候机室非常的小，刚才那个安检呢也非常的小，就3个检查口，进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空间，所以不需要走太远。好饿啊，买一点吃的吧。我坐的是廉价航空，什么吃的都没有。How much? 20? A card or cash? Alipay also can card. Alipay is okay? Yeah. Okay. 这次来马来西亚让我惊讶的是啊，它好多地方都已经可以支持支付宝了。槟城是马来西亚的美食之都，所以咱们这次要开启马来西亚的美食之旅了。这个机场停着3辆飞机，我坐在29排，所以我现在要从后门上。boarding pass. Okay, it's for you. OK，Thank you。我发了点小饼干跟水，还好啊，比亚航好多了。这趟飞机就飞45分钟。哇，从高空看兰卡威好漂亮。哦，这个是兰卡威的海滩。哇哦，还有好几个岛呢。巧克力小饼干。太甜了。才20分钟吧，就到了。好近哦！第一次坐飞机这么快。到达马来西亚的第2大城市槟城，拜拜。机场的对面就是公交车站，等到了公交车去乔治城市中心。How much? 2块去，2块去。Can I Visa card? Visa？我这一路过来啊，看到槟城，哇，非常的繁华。它可是马来西亚的第2大城市。你们看这边还是高楼大厦，然后进到这个巷子，另外一边就是这种老老旧旧的房子。大部分游客都是住在这个老老旧旧的房子里面。这个是槟城的老城区。朋友们，我有一种回国的感觉，因为这边到处都是中文。到了开箱青旅的时刻，我们看看今天在槟城住的青旅，看起来还不错哦。我就喜欢公共区域有空调的。这个是公共区域哦。就是晚上放电影哦。然后今天早上还有就是免费徒步。现在来开箱我的房间，可以办公的地方。对，24小时的。哦，太棒了！哇，可以。我们准备进去了。哦，对，这个房间还挺大的。对。
果你觉得冷的话，可以随身我们要多一个台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还有充电。好的，谢谢。我的卡。给你。WiFi 在这个里面哦。好的，拜拜。这次住的是32人间，32人间啊，朋友们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活动的空间还是有的，还是挺大的。这个就是我的床位啦。我们去卫生间里面看一看，洗漱的马桶间、洗澡间。朋友们，我居然在马来西亚槟城刚到，我就遇到了一个粉丝朋友，他介绍我要去吃这里的炒粿条。那么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出发。槟城的第一顿炒粿条，可以有芥蓝小白菜，皮皮虾、明虾去了。送一多少钱16块。16块。我要马来西亚的沙爹。马来西亚这边夜市很有特色的，他们这些做这些摊位啊，其实都是饮品摊，就是饮料店的这个摊。你买完之后呢，或者是你坐下来，那这些小店的老板都会过来给你推销，然后你只要这边点一杯水，你就有个位置坐。这边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去随便的混点。它基本上是用比较干锅的炒法，所以锅气十足。哦，炒粿条来喽！发现没有，就是马来西亚这边饮品都特别便宜。马来西亚这边饮料啊，基本都是2令吉、3令吉左右。这次要的是马来西亚的豆蔻水，有点神奇的味道。有点酸酸的、咸咸的，还行哎。我觉得它喝起来特别解暑。再看看，锅气十足的炒粿条，哦，真的好吃，是吧？特别有锅气，好吃，特别好吃。第二道美食，炒空心菜。它这个好像是虾酱放的特别多。这家炒粿条呢，就在这个西南茶社的下面这个地方，这个摊位。槟城十中学校，哇塞，看到没有？走过100年兴衰，在风雨中生存，逆境中成长。再看一看，门口看一看。这些建筑有翻新过的，也有比较古老的，基本这些房子啊都存在70、80年都是有的。现在的谷歌地图啊，连所有的壁画的位置都标出来了。来，我们去这个区域逛一逛。这个姐弟这么火了，现在在排队拍照呢。这些壁画经常是隐藏在角角落落，你稍一留神就突然间发现了。前面发现了一个好好看的清真寺哦。前面这家店把自行车挂上去，一个长毛的树。槟城真的绝了，一条街上清真寺的诵经声还没落下，隔壁观音亭的香火已经飘到了印度庙的门口。华人阿婆的福建话，马来小哥的椰浆饭，印度大叔的拉茶汤，这里的人把多元活成了日常。走到了这个地区，有一股咖喱味出来了，因为这里是小印度街区。往前面走，拐个就到印度了，小印度。槟城小印度，过来体验体验印度的感觉。店家都是印度人了，这里基本上跟槟城本地人没什么太大关系了，所有的都是印度人。阿三，你们好。看这里，印度餐厅，
这些小商品也都是印度的了，印度风格的。这个商场里面啊，卖的都是印度的衣服，印度的纱丽。印度人做他们的纱丽都是要量身定做的。Three piece? One piece 35, three piece 100. 哦，这个是一件35。It's beautiful. 啊，这件好漂亮啊，朋友们。 700 ringgit. Oh, so expensive. Yeah, Oh. 700. This is original price is 1,400 ringgit. After 50%, 700 ringgit. 啊，15%。Yeah. discount。它这个有打5折的。vending。wedding wedding temple festival 哦，就是在一些庆典活动的时候，或者是在婚礼的时候穿这个。哦，难怪这么贵。对，这里面的味道好复杂，有咖喱味，有香水味，然后还有一种印度的神曲的声音。印度甜点。在这边发现了印度的神奇零食。How much? How much? 不太一样，因为它应该是改良了，变成 cheese。其实，在全世界各地啊，印度人都是非常的多的，除了中国之外，像在马来西亚、新加坡，都会有一块区域是属于小印度的区域。印度的一些华丽的首饰，这个很便宜啊，这个一串10马币。这个是印度香炉，这个超市卖很多印度制品，各种香料，还有大米。他们也是比较喜欢吃他们自己的那种大米，是比较产力的大米。印度零食，哦，好多好多香料，咖喱粉，不懂是啥。You want try? Yes, this I will give you. This one is pickle. Hot. 很像是我们的油辣椒，加上鱼露，然后腌制的肉类、鱼肉这种感觉。这个3盒9.5令吉，各种甜点，不用尝我都知道，他们的甜点肯定是甜蜜暴击。又看到了这个卖印度神奇的小点的一个地方。Pani puri. Potato 哦，这个是土豆泥。5 Yes. OK. Are you from? China. Oh, right. Border India to China. Yes, border. Right. See you. Masala tea. 哇，来一杯玛莎拉茶。I first eat this. 来喝一杯，人生第一杯玛莎拉茶。哦，这个味道好上头啊，像是花椒味的奶茶。你们自己脑补一下，好好喝哦。这边还有好多印度食物哦，是很神奇的，用某种叶子香料做成的炸的球球。还有这种特别红的一种糕点。要是大家现在目前暂时去不了印度，来这些小印度的地方来看一看也是不错的，也能体验一下印度风情。一座印度教的寺庙。Under British 哦，以前那个英国的时候，他起这个庙，那边他这个啊，哦，就英国两间的哦，英国殖民的时候起这个庙跟那个庙，哦，那个是个观音庙，这个是印度教，那个这里观音庙，华人的观音庙。
都是1830年左右，1830年左右。哇，好古老啊，朋友们。大陆有的啦，人家的那个家里有一个拿水井壶啦，井不是啊井，里面有一粒泵，日本放那个泵没有 explode， 里面有个日本放的，要炸那个观音庙，炸不到进去掉进去了啊，掉进去。你看白天的时候去看一下，看不到了，看不到它围起来。围起来了看不到，就是日本要炸那个观音庙，结果把那个掉到那个井里面去了。有意思啊，谢谢。回来了，朋友们，我现在在青旅里，现在是晚上的快12点，来尝一下印度的传奇食物神奇球球。很多人对这个球球就是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，就是反差很大，所以我来鉴定一下它到底好不好吃。掐一个洞，哎呦掉了，然后加入这个土豆泥，加入这个碎碎，这个是灵魂双汁，这个是取决于这个印度球球好不好吃的关键。来倒进去，然后我们来一口闷。居然是好吃的。再来一个，太好吃了。那个酱汁有一点酸酸的、甜甜的，然后搭配上土豆泥，土豆泥基本没有味道，就用在你嘴巴里面爆炸，然后后面是土豆泥跟酸甜汁的味道。